欢迎收看第468期武器大讲堂。在上个世纪80年代，苏联虽然已经风雨飘摇，但是美苏竞争依然是处于白热化阶段。随着海上霸权竞争越发激烈，苏联为了加强远洋舰队远程雷达警戒能力，开始研发新一代的反潜直升机。这款直升机的出现，为后续的俄罗斯、新中国和采用苏系武器的国家带来了大量的借鉴经验。本期武器大讲堂就和大家探索这款苏联反潜直升机绝唱卡31预警直升机。卡31预警直升机发展于1980年，当时苏联启动了为远洋舰队建立远程雷达警戒的多个航空项目，其中就有一个是在现有经过大量验证，从卡27发展而来的卡莫夫卡29TB突击直升机基础上面升级各类电子信息设备，获得新一代信息作战能力更强的型号。当时的这个型号被编号为卡29RLD，RLD 是雷达纠察直升机的缩写。在1987年首架原型机试飞成功，但是正要大力研发新型雷达系统并量产的时候，苏联就解体了。因此受到政治动荡和削减国防预算的困扰，量产计划一直延续，只有非常少的数量生产出来，直到1995年才正式确定命名为卡31舰载预警直升机，最终进入了俄罗斯海军的库兹涅佐夫级航空母舰和现代级作战舰服役。服役的卡31舰载预警机主体机身来自于卡29TB突击直升机，机体设计基本上延续了原有的结构，采用半硬核式机身结构，前部机身是一个并排双座的驾驶舱，驾驶舱的宽度宽了不少，这样可以为各类仪器仪表提供安装的位置。驾驶舱里面的仪器仪表取消了老式苏联笨重的传统机械仪表，换成了更加现代化的光学显示器，并额外加装2个多功能 PS31型液晶显示器。在驾驶舱的外部设计有重装甲保护，这些装甲能够抵抗7.6毫米口径机枪弹的打击。驾驶舱的正前方是一个3块防弹平板玻璃的驾驶舱风挡，这样的平板玻璃结构相对于曲面玻璃来说，能够减少反光的几率。在侧面和斜侧方也是一样，采用小防弹平板玻璃作为风挡。驾驶舱的整个视觉还是比较宽阔的。整个机组成员一共有3名，分别是驾驶员和2位雷达操作员，其中1位雷达操作员在副驾驶的位置，另一位则在后部的货舱中。不过后部的货舱发动机噪音非常的大，因此雷达操作员的工作环境非常恶劣。机组成员的进出通过侧面的一个下放舱门进行进出。在中部货舱的上部是发动机舱，发动机舱也一样设计有装甲保护，内部安装有2台克里莫夫 TV3-177VMAR 涡轮轴发动机，2个圆形进气口位于正前方，两侧则是发动机排气口。在发动机舱后端有一套 TK8KA 型辅助电源装置，电源装置主要为雷达和天线提供电源。发动机的排气口还设置有一套排气红外抑制格栅，搭配在侧面排气，可以起到减少被红外制导导弹从后面跟踪的概率。其引擎单台额定功率为1633千瓦，驱动上部的共轴式双旋翼，2副旋翼是完全一样的3桨叶旋翼，通过全铰接式一上一下的安装在同一根旋翼轴上。2旋翼垂直间距为 1.4 米，直径为 15.9 米，每片桨叶长度为 5.45 米。桨叶采用复合材料制造，相对于金属桨叶，整体的使用寿命会更加的长。桨骨则是使用钛合金和钢制成，在储存的时候，旋翼桨叶是可以折叠的，便于在战舰空间狭小的机库内停放和在升降机上输送。再加上共轴反转双旋翼的结构，可以大大的降低整个直升机的尺寸和抗风能力，因此是非常适合于海上搭配战舰作战使用。我们之前在一期讲堂特刊中有详细的介绍过共轴反转直升机的工作原理和结构设计，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查看往期的讲堂特刊内容。其油箱是抗坠毁防弹油箱，油箱壁填充了低密度的聚离子泡沫材料，可以防止爆炸性燃料和空气混合物的聚集，具有致密封保护层，可防止被子弹击中后漏油，减少在战斗中被击中发生燃料损失。这套动力系统可以让长 11.6 米、宽 3.8 米、高 5.5 米、空重 5.52 吨的卡31舰载预警机实现220公里每小时的巡航速度，最大速度可以达到250公里每小时。机内储备的燃油可以提供680公里的续航里程。正常作战半径为150千米，正常工作的时候悬停升限为3500米，使用升限为5000米，续航时间为 2.5 到3个小时。其外部最大外挂载荷为5吨，发动机的最大起飞重量为 12.5 吨。这种作战实力在当年那个年代只能算是勉强够用，虽然本身灵活方便，适应性较强，但是远远没有固定翼飞机作战半径远。卡31舰载预警机及隔框、横条、蒙皮等等都是由铝合金制成，后部的尾椎为复合材料结构，尾翼设计成了张臂式结构，由平尾、升降舵、2个短板式垂尾和方向舵组成。尾翼的主体框架是铝合金结构，其蒙皮尾复合材料，在尾翼尾椎的整流罩中安装有飞行记录仪。
最重要的设备当属安装的 1801M OKO 眼睛空中和海上监视雷达。雷达天线安装在机腹下面，天线是大型的平板雷达天线，长6米，宽1米，重200千克。该天线不工作的时候，折叠平贴在机腹上；使用的时候，天线伸出，从水平面旋转90度到垂直面进行工作。雷达天线工作的时候，每10秒转一圈，具有360度方位角覆盖的能力。早期试验的时候发现，雷达在打开的状态下，直升机飞行非常的不稳定，因为雷达天线在旋转的时候，机身会剧烈抖动，毕竟底部增加了风阻和单向旋转，再加上雷达也没有设计雷达整流罩，所以在工作的时候，卡31预警直升机只能悬停或以极低的速度前进，否则强烈的气流会使直升机变得难以操纵，还有可能使得雷达天线损坏，这对于直升机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隐患。这个问题至今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设计师也可能认为这或许是个比较大的隐患，因此雷达天线上面安装有爆炸螺栓，可以在紧急情况下抛弃这个雷达天线，而雷达系统和其他导航设备也会发生电磁冲突。这个问题在后续的优化和改进中已经解决了。此雷达探测距离在7到250千米之间，战斗机大小的飞机搜索范围为100到200公里，驱逐舰等等大型目标为250公里，探测高度在5到3500米区间，最多可以探测到200个大型目标，并同时跟踪40个空中目标和海面目标，然后将雷达收集到的目标坐标、速度和航向通过加密的无线电数据链路信道传输到舰载或岸基指挥所，为指挥所的作战提供预警。卡31预警直升机其作战水平并不是很出色，但是在当时的俄罗斯海军而言，卡31预警直升机远程探测空中和海上威胁，比舰载雷达能具备更加强大的搜索和跟踪目标范围，再加上本身体积小巧，比固定翼舰载预警机具有更好的适应性，因此研发出来之后就成为俄罗斯海军特遣部队的重要补充，用于库兹涅佐夫级航空母舰以及现代级驱逐舰。随着现代海军军备的发展，在1999到2001年之间，印度海军陆续的从俄罗斯订购了9架卡31预警直升机，用于部署在维拉特航空母舰和塔尔瓦尔级导弹护翼舰上。另外，在中国海军航空兵中也有至少9架计划用在辽宁舰上服役，但是当年购买回来之后，发现整体的性能并不是很好，基本上无法满足使用的需求。中国购买回来其实更多的是想要获取预警直升机无法国产的设备和一些设计经验，毕竟我们看一眼就能复制的能力江湖无敌，也得益于此，后续的直18预警直升机才能够正常的诞生回忆。卡31预警直升机也算是我们的一个好导师吧。本期武器大堂到此结束，更多精彩视频欢迎关注武器大堂查往期内容，我们下期见。